你是否曾感觉自己像是生活中的一个幽灵？醒来时，脑海中一片浓雾，以至于仅仅是思考这个简单的行为，似乎都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拖着永远不够用的精力熬过一天，总是在寻找下一杯咖啡、下一份甜点，只为了在再次陷入昏昏欲睡之前，感受到短暂的清明。你是否曾注意到自己的耐心多么短暂？小小的意外如何演变成情绪上的灾难，让你做出事后后悔的反应？这不是你的本性，这是你被囚禁的心智。你的心智是在为你服务，还是你已成为自己冲动、身体化学失调的奴隶？事实是，大多数人生活在一个无形的监狱里，一座精神堡垒的城墙正在坍塌，日复一日的被一个伪装成舒适的无声敌人所破坏。在我们竖起第一道墙之前，让我们立下一个契约。如果你在这些话语中感受到了真实，请点赞作为你承诺的标志，订阅频道，以确保你收到所有用于此项建设的工具。现在，第一个实际行动，在下方评论你从哪个城市、州或国家加入这个堡垒建造者军团，在地图上宣告你的位置。这样做，你不仅告诉我们你在哪里，更是向自己宣告，从这一刻起，你的自我主宰之旅已经开始。在这场战斗中，你不再孤单。我们开始吧。这种漂泊不定、被动的旁观自己反应的感觉，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症状。你被引导相信，注意力不集中、持续的焦虑和易怒只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是为雄心壮志付出的代价。但看看你周围，观察一下疲惫心智、发炎身体、放弃斗争精神的流行病，你不断地被焦虑、昏睡和思路不清所绑架，因为你的生理机能正与你的心理状态交战。你心智的堡垒，你和平与力量的圣殿正在被系统的毒害，而毒药就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盛在你的盘子里。每一餐都成了一种无意识的自我毁灭行为。你在每一个模糊的念头和每一次失控的情绪中都能感受到其后果。但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条重获控制的道路呢？一种能永远驱散这片迷雾，建立不可动摇的精神清晰度，一种由内而外流淌的稳定能量，以及一种不被外界混乱所扰乱的平静的方法。解决方案不在于又一个生产力技巧或一种新的复杂哲学，解决方案在于一个古老的原则，一种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们用来建立帝国和主宰自己的战略性强化实践。在这段视频中，我们将揭示心智堡垒营养5大法则。这不是节食，而是一种纪律。这无关减肥，而是关乎获得力量。这是将你的身体转变为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墙，从而使你的心智能够成为它本应成为的城堡的旅程。解决你被囚禁心智的方法并不复杂，但需要彻底的视角转变。指导我们旅程的哲学是斯多葛主义，但不是尘封书籍和学术讨论中的斯多葛主义。我们将把它视为其最初的构想，一种心智技术，一个用于实现人类卓越的操作系统。斯多葛派是将军、皇帝和政治家，他们需要在绝对的混乱中保持清晰和韧性。他们理解一个我们现代社会已经遗忘的基本真理：如果身体虚弱，心智就不可能强大。你对宁静、专注和美德的追求从根基上就被破坏了。你试图在身体处于生化紧急状态时练习精神上的自我控制，而这是一场尚未开始就已注定失败的战斗。斯多葛主义教导我们控制我们能控制的，而最直接、最强大的起点就是你每天选择用来建造或摧毁你身体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应用战略性重塑的地方。这个视角的转变会改变一切。从今天起，你不再节食。这个词本身就被剥夺和肤浅美学的观念所污染，取而代之的是，你将实践为自我主宰而营养，一种战略性强化的行为。每一餐都成为一个有意识的、根本性的决定。你不再仅仅是吃饭，你是在为你的内在城堡选择建筑材料。想一想，你会用沙子和泥土来建造一座旨在抵御围攻的堡垒的城墙吗？当然不会。你会使用花岗岩、钢铁以及最坚固、最坚韧的可用材料。那么，
你为什么试图用精制糖、加工食品和制盐化学物质来建立一个有韧性的心智呢？食物不再是短暂快乐的来源，而变成了它的真实面目。你精神清晰度的燃料和你情绪韧性的盔甲，这不是一个新想法，这是一个被便利和营销的大山所掩埋的古老智慧。斯多葛派哲学家穆索尼乌斯·鲁弗斯·艾比克泰德的老师明确教导营养是一种核心的哲学实践。他认为，一个真正的斯多葛主义实践者应该为需要和健康而食，而非为奢侈或过度享乐。他将对饮食的控制视为控制所有其他欲望和冲动的基本训练场。通过主宰你的盘子，你训练了应对逆境、忍受痛苦和在世界上以美德行事所需的同样的心智肌肉。因此，当我们谈论食物时，我们不是在谈论模糊意义上的健康，我们在谈论力量，清晰思考的力量，稳定感受的力量，以及有目的的生活的力量。建筑是斯多葛式的，但砖块，我的朋友，是营养的。现在我们进入我们实践的核心，进入理论变为现实的训练场。我们将一块砖一块砖，一个决定一个决定地竖起你内在城堡的城墙。这些不是建议，它们是法则，它们是区分清明心智的守护者和反应性的人质的不可协商的原则。你整合的每一条法则都将是为你防御增加的一层花岗岩，使你的心智更平静、更清晰、更强大。忘记你所知道的关于节食的一切。我们即将开始一项灵魂的工程工作，从最关键的基础开始，你的身体，这是你心智堡垒的建造手册。请注意，因为每一个细节都对你结构的完整性至关重要。所有法则中第一条也是最根本的一条是意图法则。该原则规定，你必须将进食作为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而不是一种自动的反应。每一次你把食物放进嘴里，都必须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一个主权的决定，而不是盲目冲动、无聊习惯或社会压力的结果。想一想，本能的吞食所见之物的动物与有意识的选择将成为其一部分的人类之间的深刻区别。大多数人像动物一样进食，反应性的、无意识的，在屏幕前，在工作时，在交谈中，从未真正记录下这一行为。意图法则要求你停下来，看着你的盘子，然后做出选择。这是主张你个人主权的第一步。有意识的进食是一个声明，即你是你身体的主人，而非相反。这是对进食行为是与物质世界最亲密的互动形式的深刻认识。你实际上是在选择宇宙的碎片，并将它们融入你的存在，将它们转化为你的细胞、你的血液，甚至产生你思想的电流本身。当你理解了这一点，选择就不再是微不足道的。你开始问自己，这种食物值得成为我的一部分吗？它会为我今天将要面对的战斗增强我的力量，还是会削弱我，模糊我的心智，破坏我的纪律？这一个问题在每餐前真诚地提出，有能力彻底改变你的整个存在。这里的内心冲突是巨大的，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的设计就是为了摧毁意图。敌人是自动驾驶模式，一种方便的梦游状态。食品和科技行业利用它来获取利润。快餐、外卖应用、光鲜的包装和无休止的广告，都是为了绕过你的理性思维，直接诉诸你最原始的冲动。他们不希望你思考，他们从你的无意识中获利。你的大脑在生物学上被编程为节约能量和寻求轻易的快乐，是这场阴谋中的自愿同谋。要打破这一点，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它要求你逆着一股强大的便利和分心的潮流游泳。这股潮流想让你保持温顺、反应性和不假思索的消费。除了外部编程，更深层次的战斗是情绪上的。我们不仅仅因为饥饿而吃，我们为了感觉更好，为了庆祝，为了忘记，为了填补空虚而吃。食物已成为我们主要的自我治疗工具。因此，有意识的进食迫使你面对驱动你的手伸向冰箱的情绪。它要求你与你的无聊、你的悲伤、你的焦虑坐在一起，而不是把它们埋在一层糖或脂肪之下。这是一种激进的勇敢行为，这是决定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直面你内心景观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困难。
吃一桶冰淇淋比问自己为什么感觉如此空虚要容易得多。意图迫使你面对真相，为了使这一点具体化，想象你的心智是一座堡垒最高塔楼顶部的指挥室，你的身体是城墙，你的入口是你的嘴巴。多年来，你让一个疏忽、昏昏欲睡的守卫守在这个门口，他允许任何人进入。贩卖闪亮、令人上瘾的小玩意儿糖的商人，伪装成朋友的间谍、化学品和添加剂，以及整支的掠夺者军队加工食品。结果是你的堡垒一片混乱，走廊里堆满了垃圾，士兵们病恹恹、昏昏欲睡，指挥室里烟雾弥漫脑雾，以至于你，指挥官，几乎看不清面前的地图。你失去了对自己家园的控制。应用意图法则，就是立即解雇那个疏忽的守卫，并亲自上岗的行为。从现在开始，没有你的明确许可，任何人都不能进入。你站在门口，审问每一个接近的人。当快速享乐的商队带着甜蜜的承诺到达时，你拦住他问：你的真实成本是什么？明天你会从我的清晰度和精力中收取什么贡品？当便利的信使敲门，提供一个快速解决方案时，你问：你的速度是会加强还是削弱我长期的防御？你成为一个警惕的守护者，你自己边界的主人。审查每种食物的凭证，不是根据它承诺的快乐，而是根据它履行的功能。在堡垒门口的这种有意识的警惕行为，是自我主宰的基本训练。起初，这将是令人疲惫的。习惯了自由进入的冲动会抗议、尖叫并试图闯入，但随着每一次对削弱性食物的深思熟虑的不，和每一次对强化性食物的有意识的是，你巩固了你的权威。你不再受入侵者的摆布，你掌控着一切。守卫不再沉睡，它是你的理性思维，你的前额叶皮层完全清醒，并运用其对边缘系统要求及时满足的呼声的统治权。每一餐都变成了一个练习这种权威、增强意志力肌肉的机会。通过实践这条法则，好处超越了营养。你在塑造意识的习惯，你应用在盘子上的同样警惕性将开始在你生活的其他领域显现。你将开始质疑你在争论中的自动反应。你会注意到为了避免无聊而拿起手机的冲动，并对此提出疑问。你会意识到你的冲动购物，你未经思考的话语，你懒惰的让步。盘子的训练场扩展到生活的战场，通过消除导致脑雾的食物所获得的清晰度，让你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确度看待自己的思维模式。最终，你从意图法则中获得的力量是能动性的力量。你从一个被你不理解的内外力量驱动的被动对象，转变为一个主动的主体，你自己故事的作者。你不再是你欲望的风中之叶，而成为风本身。这是所有斯多葛力量建立的基础。马可·奥勒留在他的沉思录中写道，在对每个印象采取行动之前，检查它的重要性。食物是最根本的印象，通过主宰它，你以最本能的方式向自己证明你掌控着一切。因此，第一条法则是宣告你的主权。意图法则无关食物，它关乎力量。它是在每一餐、每一个选择中声明你是你内在城堡的指挥官的行为。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可以在没有你有意识和深思熟虑的许可下进入你的身体或你的心智，内化它，实践它。你将在你不可动摇的心智基础上放下第一块也是最重要的一块石头，这是你解放的开始。随着意图的基础已经奠定，我们竖起第二道墙，燃料优于享乐法则。这个原则的简单性是残酷的，其影响是革命性的。它声明，食物的首要目的不是娱乐你的味蕾，而是优化你的心智和身体。你必须开始将自己视为一名心智运动员，一名高绩效的战略家，其主要目标是确保你的生物机器以最高效率运行。因此，每一餐都是一个战略机会。关键问题从我想吃什么变为我的大脑和身体需要什么才能达到巅峰状态。这种优先级的转变是区分业余爱好者和职业选手的关键所在。这里的内心冲突是巨大的，因为你正在与数千年的进化和数十年的文化条件做斗争。你的大脑并非进化为寻找微量营养素和氨基酸，它进化为寻找高热量、糖和脂肪。
因为在稀缺的环境中，这意味着生存。现代食品工业以其邪恶的天才学会了劫持这种祖先的编程，他们创造了超可口的产品。这些神经学上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任何天然食物都无法比拟的强度激活你大脑的奖励中心。你不仅仅是在与自己的意志做斗争，你是在与食品科学家团队做斗争。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让一种产品变得如此不可抗拒，以至于你的理性思维被关闭。这是一场争夺你自主权的不对称战争。在文化上，挑战同样艰巨。食物是我们庆祝、安慰、联系的语言。在同事的生日会上拒绝蛋糕或拒绝祖母提供的甜点，不被视为纪律行为，而被视为一种社交冒犯。我们将饮食的乐趣与我们关系结构本身交织在一起，因此遵循燃料优于享乐法则需要一种社会勇气。它要求你愿意与众不同，平静而坚定地解释你的选择，并将你的长期使命置于短期社会认同之上。你必须愿意成为宴会上的陌生人，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是为了建立一座坚不可摧的内在堡垒而选择暂时孤立自己。让我们回到我们堡垒的比喻。你是负责维护和加固城墙的总工程师。每天有2辆马车到达你的门口。第一辆鲜艳多彩，装载着用压制糖和彩色沙子制成的砖块，它们很轻，易于搬运，并承诺快速而美观的建设。这是享乐的马车。第2辆马车更为朴素，装载着沉重的实心、花岗岩块、钢梁和一种慢干水泥。它需要辛勤的工作、努力和耐心，才能将每一块安放到位。这是燃料的马车。多年来被便利和外表所诱惑，你用第1辆马车的材料建造了你的城墙，然后不可避免的围攻开始了。不是用军队和弹射器，而是用现代生活的压力。工作中一个不可能的最后期限，一个意想不到的家庭危机，一个情绪冲突，一个睡眠不足的夜晚。用糖和沙子建造的城墙，你的能量和专注力在第一波压力下就瓦解了。你的堡垒被焦虑入侵，你的指挥室被脑雾占领，而你，指挥官，在你自己的家中成了囚犯。你用智慧和冷静回应的能力为零，因为你的生理结构已经崩溃。你变得反应性强、易怒且效率低下，不是因为性格缺陷，而是因为工程缺陷。现在想象用燃料的花岗岩建造的堡垒。蛋白质、健康脂肪、纤维和微量营养素是你日复一日耐心铺设的砖块。当同样的生活围攻来临时，城墙屹立不倒，压力撞击它们，然后退去。你的能量保持稳定，你的心智在压力下保持清晰和专注。你能够分析情况，做出战略决策，并以冷静和权威领导你的内部部队。你并非对压力免疫，但你的结构能够承受它。你建立了一个服务于你心智的身体，而不是一个在战斗时刻背叛它的身体。你的韧性不再仅仅是一种哲学上的向往，它是一种生化现实。应用这条法则引发了深刻的身份转变。你不再是一个美食家或吃货，其身份围绕着对感官愉悦的不懈追求。取而代之的是，你采纳了斯多葛心智运动员的形象。想一想，任何领域的佼佼者，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在需要瞬间反应的任务前，不会吃一盘沉重的意大利面；一名神经外科医生不会在12小时的手术中冒血糖下降的风险。他们明白自己的身体是高精度仪器，并相应的为其提供燃料。你必须对自己的生活采取同样专业的态度。你的身体是你的心智用来导航世界的工具，不以最高的战略尊重对待它，是一种自我破坏的行为。这是否意味着生活必须毫无乐趣？绝对不是。这意味着乐趣成为功能性选择的一个受欢迎的副产品，而不是主要目标。一盘三文鱼配蔬菜的乐趣不仅在于味道，还在于意识到你正在为你的大脑提供认知功能所必需的 Omega-3 脂肪酸。一份脆沙拉的乐趣不仅在于口感，还在于知道你正在为你的身体注入抗炎的多酚。乐趣变得更深、更有意义。这是工匠的满足感，他知道他正在使用最好的材料来建造他的杰作，一个清晰、充满活力和自我主宰的生活。这种实践是斯多葛美德中节制的体现。
塞涅卡广泛地写到了成为快乐奴隶的危险，警告说，那个不断寻求感官满足的人，最终将被其毁灭。通过有意识的选择燃料而非享乐，你正在进行日常的自我控制训练。你在一个根本的层面上教导自己，你的理性思维是你欲望的主人，而非相反。每一次你为了未来的精神清晰度而拒绝一份含糖甜点，你都在增强意志力的肌肉。每一餐都成为你灵魂健身房中的一次重复，建立一种将在你生活所有其他领域显现的力量。这条法则的结论是一个解放性的悖论。通过放弃对短期饮食乐趣的疯狂追求，你解锁了一种更高、更持久的满足形式。你拥有一个像锋利刀片一样运作的心智，一个以活力回应的身体，和一个在风暴中保持宁静的精神的深刻而持久的喜悦，换取了舌尖上肤浅而短暂的快乐。燃料优于享乐法则不是关于限制，它是关于解放。这是决定将自己从冲动的暴政中解放出来，成为你自己生物和精神堡垒的主权建筑师。你不是在失去快乐，你是在获得力量。第3条法则，强化法则，是我们从建设转向主动防御的地方。仅仅使用好的建筑材料是不够的，必须系统的识别和消除那些从内部侵蚀你城墙的破坏者及现代毒药。这条法则要求你成为一名防御战略大师，认识到某些在我们环境中无处不在的食物并非中性，它们是活跃的致炎剂、神经干扰物，它们制造了你正试图对抗的脑雾、焦虑和昏睡。强化是一个2步过程，首先识别敌人，其次以极端的偏见将其从你的领土上清除。主要的敌人很明确：精制糖、加工面粉和工业植物油。应用这条法则时的内心冲突是巨大的，因为这些毒药是现代食品供应中最常见、最便宜、最令人上瘾的成分。它们无处不在，在你早餐吃的面包里，午餐沙拉的酱汁里，工作中提供给你的零食里，承诺便利的即食餐里。消除这些成分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这是对食品现状的宣战。它要求一种大多数人认为极端的警惕和准备水平。你将不得不阅读标签，计划膳食，自己做饭，并且常常拒绝大家都在吃的东西。屈服的压力，那种放松点儿、正常吃饭的压力将是持续的，并且来自4面8方，包括你自己厌倦了战斗的心智。然而，最奸诈的战斗是与生化成瘾的战斗，特别是糖，它激活了与重度毒品相同的大脑奖励通路。当你试图戒掉它时，你的身体和心智会进入戒断状态，你可能会感到头痛、易怒、疲劳，以及对你正试图避免的物质的压倒性渴望。这是最关键的时刻，是大多数人失败的地方。这是内心破坏者的声音在尖叫着要它的剂量，试图说服你，你需要它才能生存，没有它的生活是悲惨和无趣的。克服这个阶段不仅仅是意志力的问题，它是一种生理和心理的排毒，需要对你的长期愿景坚定不移的承诺。让我们再次想象我们的堡垒。你开始使用花岗岩法则2，并保持意图法则1，但你没有意识到敌方特工多年前就已经渗透到你的领土，他们伪装成礼物和便利品而来。糖就像一种微妙的酸，被混入你的供水系统中，慢慢腐蚀你花岗岩块之间的水泥。加工食品就像被引入你木梁中的白蚁，从内到外吞噬你的结构。从外面看，城墙似乎还立着，但它们的结构完整性已受到严重损害，它们变得脆弱、多孔，并准备在第一次真正的冲击下崩溃。强化法则是在你自己的城墙内发起一场无情审讯的行为。你成为卫队长，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一个仓库一个仓库地搜寻这些破坏者。你不同他们谈判，你不囚禁他们，你将他们驱逐并烧毁，确保他们无法再造成伤害。这个进化的过程是不舒服的，这意味着清空你的食品储藏室和冰箱里所有的叛徒。这意味着看着那些曾经带给你安慰的食物，并认识到他们的真面目，伪装成快乐的毒药。这是一种残酷但必要的纪律行为。只要敌人还在其门内自由活动，一座堡垒就不能被认为是安全的。
一旦进化完成，转变开始在根本层面上发生。没有糖的酸腐蚀你的地基，你身体的系统性炎症开始减少，你脑中的雾不过是大脑炎症的一种症状，开始消散。就好像一个你甚至没有注意到它存在的低水平无线电静电突然被关闭了，随之而来的寂静和清晰是深刻的，没有血糖的峰值和低谷，你的能量和情绪变得稳定。你不再是一艘在生化反应海洋中漂泊的小船，而成为一艘战舰，以稳定自我产生的动力航行。这个消除的过程是斯多葛哲学中去除多余以揭示本质的有力实践。马可·奥勒留不断提醒自己要抹去奢侈的印象，只专注于真实和必要的事物。加工食品和糖是奢侈多余的缩影，它们不提供任何真正的营养价值，它们是包裹在令人上瘾的风味工程中的空卡路里。通过移除它们，你不是在剥夺自己，你是在摆脱一个负担。你在移除噪音，以便能听到信号；你在清理土地，以便坚固和真实的东西可以在其位置上生长。你从强化法则中获得的力量是纯净和韧性的力量。通过创造一个没有炎症和毒素的内部环境，你建立了一种生化韧性，它成为你精神和情绪韧性的基础。小压力不再使你偏离轨道，因为你的神经系统不再处于持续的警觉状态，你变得不那么反应性强，更平静，并且即使在困难情况下也能更好地运用你的理性思维。你从内到外加固了你的城墙，使它们不仅坚固，而且灵活，能够吸收冲击而不断裂。因此，第三条法则是对警惕和净化的呼吁，成为你堡垒的无情守护者，识别那些伪装成食物的现代毒药，理解它们对你的清晰度和力量造成的损害，并以不可动摇的决心将它们从你的生活中消除。这不是一种限制行为，而是一种解放。你正在将自己从你没有选择的成瘾中，从破坏你潜力的炎症中，以及从掩盖你真实本性的迷雾中解放出来。这样做，你不仅在保卫你的堡垒，你还在圣化它，将其转变为一个干净、强大的殿堂，为一个清晰的心智和一个不屈不挠的精神服务。第四条法则，简约法则，是现代营养学令人瘫痪的复杂性的解毒剂。我们被相互矛盾的信息、时尚饮食、无休止的超级食品清单和神奇补充剂所淹没。这种信息过载服务于一个目的，让你困惑、依赖，并永远在寻找下一个神奇的解决方案。简约法则用一把锋利的刀片切断了这种噪音。吃真正的食物，优先选择完整的、未经加工的、单一成分的食物。如果它来自植物，就吃它；如果它是在工业工厂里制造的，就避免它。像你的祖先或古代伟大的哲学家一样思考。他们无法获得蛋白质棒、营养粉或冷冻餐，他们依靠肉、鱼、蛋、蔬菜、水果、坚果和种子的饮食而茁壮成长。简约是你对抗困惑的最强大武器。这里的内心冲突是与复杂性和新颖性的诱惑做斗争。我们的心智被精细的系统和高科技解决方案所吸引，因为它们看起来更强大。简约似乎太简单了。我们被条件化地相信，对于像健康这样复杂的问题，解决方案也必须同样复杂。事实恰恰相反，数十亿美元的补充剂和饮食产业正是靠这种信念蓬勃发展，向你出售奇异的粉末和药丸，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就在你超市的农产品区。采纳简约要求你信任永恒的原则，而不是短暂的趋势。它要求你拒绝复杂的生物黑客的魅力，转而支持吃真正食物的基本智慧。这种做法在人类 99.9% 的存在时间里都行之有效。此外，简约挑战了我们对极致便利的渴望。用新鲜食材做一顿饭需要时间和精力。打开一个包装，把东西放进微波炉，或者通过应用程序订餐要容易得多。因此，简约法则是一场反抗便利暴政的叛乱。它声明你愿意为自己的福祉投入时间，这是将食物准备从一项家务转变为一种正念练习，一种为自己提供营养的神圣仪式的行为。它要求你放慢脚步，与你的食物建立联系，
并对进入你身体的东西从头到尾负起全部责任。这是一个在一个希望你依赖和被动的世界里的激进的自给自足行为。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堡垒，想象一下，你没有关注你花岗岩的基本质量，而是痴迷于你外墙的装饰细节。你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最复杂的砖石图案，为大门寻找最稀有的油漆颜色，以及为城垛设计最精巧的样式。与此同时，在你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你正在使用的石块质量低劣，充满了裂缝和弱点。你创造了一座从远处看令人印象深刻、精致复杂的堡垒，但它没有结构完整性。这就是营养复杂性的陷阱。人们关心宏量营养素的精确时间、晦涩的补充剂和奇特的方案，却忽略了基础构成他们饮食 99% 的食物的质量和简约性。简约法则教你成为一名建筑大师，而不是一名装饰师。建筑大师执着地关注基础和主要材料的质量。他知道，如果花岗岩基础坚固，无论装饰如何，堡垒都将屹立不倒。你的新黄金法则是：成分列表越短越好。一块牛排有一个成分牛排，一个西兰花有一个成分西兰花，一盒早餐麦片可能有40种成分，其中大部分你都念不出来。那不是食物，那是一种为货架寿命而非人类活力设计的食品科学产品。简约清除了你头脑中的杂乱和你身体中它不被设计来处理的物质。通过采纳这条法则，你与斯多葛派的节俭和自然主义智慧保持一致。像马可·奥勒留和塞涅卡这样的斯多葛派学者，经常赞扬没有不必要奢侈和复杂性的简单生活。他们明白，真正的财富不在于拥有物的丰富或快乐的精致，而在于没有无序的欲望和对本质和自然之物的欣赏。将此应用于你的饮食是一种深刻的哲学实践。你正在训练你的心智在简单和真实的事物中找到满足，而不是不断寻求人造风味和复杂产品的刺激。你正在培养一种能够欣赏新鲜蔬菜微妙味道的味觉，而不是一种被加工食品的人工强度所劫持的味觉。这种方法带来的精神清晰度是非凡的。当你停止用无数的化学品、防腐剂、色素和人造香料来压垮你的身体时，你释放了大量的代谢资源，你的消化系统工作得更好，你的炎症反应减弱，而与你的肠道有着内在联系的大脑收到了一个平静和安全的信号。盘中的简约导致了心智的简约，外部的混乱是内部混乱的反应。通过从根本上简化你的饮食，你正在向你的系统发送最清晰的信息：一切都好，环境是安全的。它可以将能量从危机管理、消化垃圾转向更高阶的功能，如深度思考、创造力和情绪稳定。因此，第4条法则是回归本质的呼吁：放弃困惑，忽略趋势，怀疑复杂性，将你的饮食并延伸至你的堡垒建立在真实、完整、简单的食物这一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在简约中找到优雅和力量。这条道路不仅会以最有效的方式滋养你的身体，还会训练你的心智去珍视真实的东西，拒绝人造的东西，并在事物的自然秩序中找到深刻的平静。简约不是剥夺，它是最高形式的精致，是通往持久清晰和力量的最直接途径。第5条也是最后一条法则，将进食作为训练的法则，也许是最强大、与斯多葛哲学联系最深的一条。该法则提议，你使用自愿的、定期的进食，不是作为一种减肥工具，而是作为心智的训练场和身体的恢复机制。进食是故意让自己暴露在可控的不适中，以加强自我控制、提高精神清晰度和培养韧性的实践。在一个充满过剩和及时满足、食物全天候可得的世界里，选择不吃是你所能做出的最激进的自由宣言。内心的冲突是深刻而本能的，因为它攻击了我们最原始的恐惧，对饥饿的恐惧。我们被编程为在最轻微的剥夺迹象下就会恐慌。对于未经训练的心智来说，自愿地度过16、24或更多小时不进食的想法似乎是危险、不明智和极端的。社会让我们相信，
我们需要1日3餐，外加零食才能运作。饥饿怪物被描绘成一个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安抚的敌人。进食迫使你面对这个怪物，并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幻觉。它迫使你与饥饿的感觉坐在一起，观察它而不做出反应，并意识到它是一阵一阵的，它会过去。你不仅能生存下来，甚至可以在其中茁壮成长。这种实践是典型的斯多葛式练习。塞涅卡在他给卢西利乌斯的信中描述了他如何定期实践预演贫困，以最少的食物和舒适生活，为可能失去他们做好准备。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惩罚自己，而是为了增强自己。他想向自己证明，他的幸福和宁静不依赖于外部环境，比如一个饱腹的胃。进食是我们现代版的这种实践。每一次你感到饥饿而选择不吃，你都在训练意志力的肌肉。你正在沙地上划清界限，对你最基本的冲动说：我在这里做主，不是你们。我决定我们什么时候吃饭。让我们最后一次应用堡垒的比喻。想象一下，你的城堡依赖于一条来自外部的持续补给线。只要食物的马车不间断地到达，一切似乎都很好。但如果这条补给线被敌人或危机切断了，会发生什么？恐慌蔓延，军队哗变，秩序崩溃。一个完全依赖外部资源的堡垒，根据定义是脆弱的。进食是训练你的堡垒利用其自身内部资源运作的过程。它教你的身体变得代谢灵活，有效地燃烧自身的脂肪储备，而不是依赖于持续的外部葡萄糖流。通过这样做，你建立了一座自给自足的堡垒。在生物学上，进食会触发称为自噬的细胞清洁和修复过程，即身体实际上会回收旧的和受损的组件。这就像一个内部维护团队利用停工时间来修复城墙、清理碎片和优化系统。许多人在进食期间体验到的精神清晰度，通常被称为进食的快感，是这种代谢效率和炎症减少的直接结果。你的心智变得更敏锐、更专注，因为你的身体没有被持续的消化任务所拖累，它处于一种性能和修复的状态。你从将进食作为训练的法则中获得的力量是自由和自信的力量。通过自愿面对并战胜饥饿，你以最无可否认的方式向自己证明，你比你的欲望更强大。这种自信会蔓延到你生活的所有其他领域。如果你能主宰所有欲望中最根本的一个，即对食物的渴望，那么其他较小的冲动、拖延的冲动、愤怒反应的冲动、寻求认可的冲动，你又有什么不能主宰的呢？进食成为你的个人竞技场，你的训练场，在那里你锻造了一个钢铁般的意志，它将在任何战斗中为你服务。因此，第5条法则是拥抱自愿，不是作为通往力量之路的邀请。慢慢开始，也许是跳过一顿早餐或推迟一顿午餐，尝试16小时的进食，观察那些感觉，不要反应，只是观察。你会发现自己内心深处一股你不知道存在的坚韧和力量的源泉。你将把自己从对饥饿的恐惧和对持续食物流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你将把你的堡垒从一个依赖、脆弱的实体转变为一个自给自足、坚不可摧的城堡。不仅能在富足中茁壮成长，也能在匮乏中如此。这才是真正自我主宰者的标志。你已经读完了这本手册的结尾，但这才是你旅程的真正开始。5条法则已经揭示：意图、燃料、强化、简约和将进食作为训练，它们共同构成了你内在城堡建设的完整蓝图。但一个蓝图，无论多么完美，在第一块砖被放下之前，都只是纸上的墨水。你所获得的这些知识是惰性的，没有力量，直到它被你一个不可撤销的决定所激活。你现在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岔路口，一边是熟悉的反应性、脑雾和对冲动奴役的道路，另一边是工匠、建造者、斯多葛心智运动员的道路。他们用纪律和意图锻造自己的现实。选择权在你，而且必须现在就做出转变。不是从明天，从你下一次去超市购物开始，它从这一刻开始，以一种承诺的行为，一个公开的声明，它巩固你的决定，并使它对你和世界来说都是真实的。这不是请求帮助一个频道，
这是对你开始自己工程的挑战。所以现在就宣告你的意图，去评论区用你所能聚集的所有信念写下将成为你新身份座右铭的句子：我的心智，我的堡垒。这不仅仅是一条评论，这是第一块基石被放下的声音，这是你的誓言。如果你真正致力于这项建设，请确保你已订阅并开启通知，以免错过未来旅程中的任何工具。点赞作为你与自己签订这份合同的印章。最后，看看你周围，在评论中你会看到一支由其他堡垒建造者组成的军团，他们和你一样，决定不再做自己生理的受害者，而成为自己的主人。为了加入这个精英圈子，为了表明你走完了全程并吸收了每一课，也请评论我看到了最后。这是专注者的标志。现在你最后的领导行为。斯多葛哲学教导我们，一旦我们找到光明，我们就有责任分享它。灯塔不是为自己而照耀。想一想你生活中那个迷失在雾中，与自己的经历和情绪做斗争的人，与他分享这段视频不仅仅是一次点击，这是一种服务行为。成为那个你可能没有过的向导，帮助在你的堡垒旁边建造另一座。